在朝鮮王朝最危險的戰場上，有一把刀，幾乎每個士兵都可能攜帶，短、輕、微微彎曲，刀鞘上有環，環上繫着帶子。士兵奔跑時，他會跟着身體晃動；騎馬時，他貼着大腿；拉弓時，他被推到身後，盡量不要妨礙射箭。只有當箭射完了，隊形散了，長槍折了，敵人已經衝到面前時，士兵才會伸手去抓他。也就是說，這把刀真正出鞘的時刻，往往不是勝利即將到來的時刻，而是原本保護你的整套秩序已經失效的時刻。它叫環刀，朝鮮王朝最常見的軍用佩刀，也是一把從來沒有成為神話的刀。如果你只看它的外形，可能會覺得它有點不起眼。朝鮮前期的環刀，刀身通常不算長，單刃，刀背略有弧度，有些接近直刀，有些彎曲的比較明顯。刀柄與刀身之間設有護手，刀鞘則透過環與繩帶固定在腰間，所以被稱為環刀。它也被稱作腰刀、佩刀，本質上是一種方便長時間攜帶的短兵器。它不是為了讓人站在空地上，雙手握刀，跟敵人進行一場乾淨利落的決鬥。那種畫面很好看，但真正的戰場不太給你這種機會。真正的戰場上，你身上可能還穿着甲，背着箭囊，拿着弓，牽着馬，或者舉着盾。你的武器越多，每一件東西就越不能妨礙其他東西。刀太長會卡住弓弦，刀鞘太厚會妨礙奔跑，固定的太死，騎馬時會撞腿；掛得太鬆，又可能在翻越山坡追擊敵人時滑落。所以環刀的短不一定代表落後，它代表一種非常現實的取捨。你不是一名只靠刀吃飯的劍客，你是一名弓手，一名騎兵，一名守城軍士，或者一名臨時被徵召來的農民。刀只是你身上眾多工具中的一件，而且通常排在很后面。早期朝鮮甚至曾經替步兵與騎兵的環刀制定不同規格。15世紀中期的制度裡，步兵使用的環刀刀刃大約54公分，騎兵使用的刀刃還要更短，大約50公分。因為騎在馬背上，任何多餘的長度都可能变成妨礙。50幾公分是什麼概念？它比大多數人想象中的武士刀短了一大截。你把它掛在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身上，甚至會覺得有些寒酸。但這正是理解環刀的第一個關鍵。環刀不是一把為了建立武人榮耀而出現的刀，它是一把被國家塞進軍事系統裡的刀。它必須服從制度，服從隊形，服從士兵身上其他武器的排列順序，甚至連它的長度也不是由某位剑術大師決定，而是由官員將領軍器监與工匠在文書奏報和規格裡一點一點定下來。這聽起來很沒有浪漫感，但朝鮮王朝本來就不是一個特別迷戀武人浪漫的國家。環刀這個名稱至少在高麗末期就已經出現。1277年元朝使者抵達高麗時，高麗國王曾派官員前往中州制造1000把環刀。後來高麗也曾多次制作環刀供應元朝的需求。這段記錄很有意思，因為它告訴我們，環刀從一開始就不是孤立生長在朝鮮半島上的武器，它背後站着整個13世紀東亞的軍事交流，蒙古帝國的騎兵，元朝的軍事制度，高麗的工匠，北方游牧民族的佩刀方式，全部在這把刀上留下痕跡。外刃彎曲，適合騎乘，透過刀鞘上的環繫在腰間。它的設計不是某一個民族突然靈光一閃的成果，而是不同軍事文化長期碰撞後逐漸形成的共同答案。這也是冷兵器歷史裡最容易被忽略的真相。武器很少有所謂純粹的血統，人會跨越邊境，戰爭會跨越邊境，技術當然也會。今天的敵人可能就是明天的老師。高麗向北方學習，朝鮮又繼承高麗，後來朝鮮遭遇日本入侵，轉過身再吸收日本刀法與明軍戰術。一把刀的形狀
往往比宮廷裡的外交辭令更誠實。嘴上可以說華夷有別，刀卻只服從一件事，活下去。朝鮮王朝建立之後，新的統治者開始整理前朝留下的軍事制度，武器被登記、分類、規格化，誰負責制造，制造多少，長度多少，寬度多少，哪一類士兵配發哪一種武器，都逐漸被納入國家的行政體系。制造環刀的工匠被稱作環刀匠，隸屬於中央官所。15世紀中期，軍器間一度增加環刀匠的人數。到了經國大典完成時，工匠的編制與所屬機構又出現調整。首都制作的環刀常帶有較強的儀仗與身份性質，地方制作的環刀則更多供士兵實際攜帶。你會發現，環刀的故事慢慢從鐵與火變成了帳冊與編制。對一名工匠來說，他打造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國家的軍器。刀刃不能完全隨心所欲，太長不符合規格，太重士兵難以攜帶，太薄容易損壞，太昂貴又無法大量配發。如果你是當時的環刀匠，你面對的並不是如何打造天下第一神兵這種浪漫問題，你面對的是鐵料從哪裡來，木材夠不夠幹，漆料能不能按時送到，官府要求的數量能不能完成，驗收時會不會被挑出毛病。真正支撐一個王朝的，從來不是一把傳說中的寶刀，而是成千上萬把品質沒有那麼驚人，卻能夠按時交付、方便維修、適合普通人使用的刀。因為當國家開始用規格理解武器，它得到的是穩定與數量，失去的可能是工匠個人的自由。但在戰爭裡，大多數時候，1000把合格的普通刀確實比一把絕世名刀更有用。朝鮮前期的軍事邏輯其實很清楚，真正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騎射、步射、守城射擊、遠距離壓制，才是朝鮮軍隊熟悉的戰鬥方式。尤其在北方邊境，朝鮮長期面對女真人的騎兵與小規模襲擾，敵人來得快，走得也快。你如果拿着長刀追上去，通常連馬尾都碰不到。能夠在遠處殺傷敵人的弓，才是更合理的選擇。朝鮮的角弓體積不大，拉力強，搭配不同類型的箭矢，可以在相當距離外射擊。軍隊也發展出片箭等特殊射具，追求更遠的射程與更快的箭速。在這套邏輯裡，環刀的位置很明確，弓箭負責在秩序仍然存在時殺敵，環刀負責在秩序已經崩潰時保命。所以環刀通常掛在弓手身側或腰後，刀柄朝後，刀鞘朝前，可以減少他對拉弓動作的干擾。需要用刀時，士兵再調整刀鞘的位置，迅速把刀抽出。這個佩戴方式看起來甚至有點違反直覺。我們看戲劇時，總覺得刀柄就應該朝前，手一伸就能拔。但一名真正的朝鮮士兵，絕大多數時間不是在拔刀，他在拉弓。如果為了那個可能永遠不會出現的拔刀瞬間，讓刀柄一直妨礙射箭，那才是不合理。環刀的佩戴方式其實暴露了他在軍隊裡的真實順位，他不是第一選擇，甚至不是第二選擇，他是所有選擇都用完以後才會被想起來的那一個。也因為如此，朝鮮前期的軍事選拔與訓練長期沒有把箭術放在核心位置，騎馬、射箭、使用長兵器才是武官考試與軍隊訓練更重視的能力。與弓術、騎術相比，刀法缺少足夠的制度支持，發展自然有限。直到壬辰倭亂爆發，朝鮮軍隊在近距離戰鬥中吃了大虧，刀劍與近戰訓練的重要性才被重新認識。很多人看到這裡可能會說，朝鮮人是不是太輕視刀啦？是不是文官集團只懂寫文章，把軍隊搞得不會打仗？這種說法聽起來痛快，但其實太簡單。因為在壬辰倭亂以前，朝鮮的選擇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一個國家會訓練什麼樣的軍隊，通常取決於他過去遇到什麼樣的敵人。
朝鮮前期面對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騎兵、邊境襲擾、海上的倭寇以及局部規模的衝突。對付這些敵人，弓箭、騎兵、城防與火器都比培養大量專業劍士更有效率。練出一名優秀刀手需要時間，需要教官，需要長期重複的對抗訓練。但如果這名刀手還沒有接近敵人，就被箭射死了，那些投入便沒有意義。國家資源有限，你多養一批專業近戰兵，就可能少養一批弓手；多花錢打造精良長刀，就可能少制造一批箭矢與火藥。沒有任何制度能夠為所有可能發生的戰爭做好準備，它只能壓住。朝鮮壓住的是遠距離殺傷、城牆防禦與國家動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套邏輯確實可以運作。真正讓人細思極恐的地方在於，一套制度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它明顯錯誤的時候，而是它曾經成功過太多次。成功會讓人誤以為過去的答案也能解決下一場戰爭。到了16世紀末，日本已經不是朝鮮熟悉的那個日本。經歷長期戰國混戰之後，日本各地的大名累積了極為殘酷的戰爭經驗，他們懂得如何快速集結部隊，如何利用長槍維持隊形，如何讓火繩槍輪番射擊，也懂得在對方動搖時派出士兵逼近，將局部潰敗擴大成整條戰線的崩潰。日本刀很鋒利，日本士兵的近戰經驗也確實豐富，但如果把朝鮮早期的失敗全部歸咎於武士刀比較厲害，就像把一座城市的陷落歸咎於敵人的門鎖工具比較好。真正擊穿朝鮮的是一套已經在日本內戰中被磨練成熟的戰爭機器。1592年戰爭爆發，日本軍隊在釜山登陸，迅速向北推進，朝鮮地方軍隊的動員、指揮與情報系統來不及反應，許多部隊甚至還沒有完成集結，敵人就已經出現在面前。火繩槍的聲音可能是很多朝鮮士兵第一次聽見的聲音，不是弓弦的震動，不是箭矢切開空氣的尖笑，而是一聲帶着火光與濃煙的爆裂。前排有人倒下，你不知道子彈從哪裡來，也不知道敵人需要多久才能再射一次。你手裡握着弓，照過去的訓練拉弦、瞄準、放箭，但對方沒有像北方騎兵那樣射完就走，他們繼續前進。槍聲之後是長槍，長槍之後是刀。如果你是那名站在隊伍裡的朝鮮士兵，真正讓你恐懼的可能不只是敵人的武器，而是你身邊的人開始後退。前方的軍官在喊，後方的人聽不清楚。箭囊裡還有箭，但你已經沒有空間拉弓。有人撞到你的肩膀，有人從你身邊逃走。你想轉身，刀鞘卻碰到旁邊的士兵。直到這一刻，你才伸手去抓腰後的環刀。那把刀或許只有50幾公分，你以前練過怎麼拔，卻很少練過如何在混亂的人群裡面對一名真正想殺死你的敵人。環刀出鞘了，但它出鞘的太晚。這不是環刀本身的失敗，是整套軍事邏輯失效以後，所有後果一起落在了這把刀上。朝鮮過去相信，只要敵人無法靠近，弓箭就能解決問題。但日本軍隊用火繩槍、長槍隊列與快速推進，把距離硬生生壓縮了。當距離消失，朝鮮軍隊才發現自己對最後幾步的戰鬥準備得遠遠不夠，這才是人臣倭亂帶給環刀最殘酷的轉折。環刀一直被設計成最後一道保險，可朝鮮突然發現自己的最後一道保險可能已經很久沒有被認真檢查過了。戰爭初期，朝鮮軍隊在陸地上接連失利，漢城迅速陷落。日本軍隊的火繩槍戰術固然造成巨大衝擊，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朝鮮原有的指揮、動員與戰術體系無法及時應付這種快速、成建制的全面入侵。但歷史並沒有停在朝鮮不會打仗這個簡單答案上，因為一個能夠延續數百年的國家，最大的能力
通常不是永遠不犯錯，而是在被打到幾乎站不起來時，仍然有辦法學習。朝鮮開始重新組織軍隊，明朝援軍帶來新的訓練方法、長兵器與軍政觀念。朝鮮人也研究日本軍隊的刀法、火繩槍與近戰技術。原本被視為次要的劍術，開始進入官方軍事訓練。戰後編纂的武藝諸譜以及後來的武藝圖譜通志，收錄了銳刀、提督劍、雙手刀、倭劍、本國劍、雙劍等多種刀劍技法，其中有些來自明軍，有些吸收日本技術，有些則被重新解釋成朝鮮自身的傳統。這裡有一個很微妙的地方，一個國家剛被敵人的刀法殺得措手不及，轉過身來卻要學習敵人的刀法，這對當時的朝鮮士大夫來說不會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在文化觀念裡，日本常被視為海上的蠻夷，朝鮮則把自己放在儒家文明秩序之中。可是到了戰場上，文明的自我想象救不了人，敌人的方法有效，你就必須理解。你可以討厭他，但不能假裝他不存在。所以朝鮮一方面吸收倭劍，一方面又在武藝圖譜通志中整理改寫，重新命名，把外來技術放進自己的知識體系。他需要把日本的刀法、明朝的軍政、朝鮮本來的武藝傳說全部編織在一起，變成一套新的官方敘事。於是戰敗的教訓被寫進一本看起來井然有序的兵書，恐懼被整理成招式，混亂被畫成圖譜。曾經在戰場上無法理解的動作，現在有了名稱，有了步伐，有了方向。這是一個國家試圖重新控制戰爭的方法，只要能把它寫下來、分類、編入、訓練，仿佛就能讓那場曾經失控的災難不再重演。環刀也在這個過程中發生改變。壬辰倭亂期間，朝鮮軍用刀的長度一度增加，有些達到90公分左右。戰後的環刀也吸收了日本刀與其他東亞刀劍的部分特徵，刀變長了。刀身的曲度、護手、刀柄、佩戴方式也隨着時代出現差異。可是環刀並沒有因此變成朝鮮版的武士刀，這就是整個故事最重要的地方。朝鮮人從戰爭中重新認識了刀，卻沒有把刀重新推上軍事體系的中心，因為他們學到的真正教訓，不是以後每個人都要成為劍術高手，而是任何單一武器都無法獨自決定戰爭。日本軍隊的威力不只是刀，是火繩槍、長槍、刀手队形與指揮互相配合。明軍帶來的也不只是一種更厲害的兵器，是不同兵種如何一起行動的觀念。於是朝鮮戰後改革的方向不是把環刀神聖化，而是把它重新放進更複雜的軍政。藤牌兵拿着盾與腰刀在前方掩護，長槍兵利用距離壓制敵人，囊筅、膛、拔等武器干擾對方陣型，火鋤手在後方射擊。環刀仍然存在，卻只是這套系統中的一個環節。武藝圖譜通志記載的藤牌兵會攜帶藤牌、標槍與腰刀，而所謂腰刀通常就是便於佩戴的環刀。也就是說，戰爭讓環刀變得更重要，卻沒有讓它變成唯一重要的東西。這跟日本刀後來形成的文化形象非常不同。在日本，武士階層長期透過佩刀顯示身份，刀不只是武器，也是階級、家民、忠誠與榮譽的象徵。當一個階層需要透過武器證明自己是誰，武器就容易變成神話。但朝鮮的統治階層主要不是靠佩刀來證明身份。一名兩班官員的權力來自家族、科舉、官職、土地與儒家秩序。他可以佩刀，可以騎馬，也可以學習射箭，但刀不是他政治身份的唯一核心。朝鮮也有武官，也有世代從軍的家族，更有無數在戰爭中真正拿刀殺敵的人。但整個王朝的權力語言仍然由文書、印信、官服與禮制主導。刀可以保護權力，卻不能
單獨定義權力。所以環刀沒有發展出類似日本武士刀那種龐大的精神敘事啊，它不像一個人的靈魂，更像一個官職的配件，一名士兵的備用武器，一場儀式中的權威符號。這並不代表它缺乏美感，恰恰相反，保存至今的朝鮮環刀，有些制作得極為精緻，刀鞘可能以木胎製成，外層包覆麻布、魚皮或鯊魚皮，再塗上黑漆、朱漆，這種複合結構能兼顧重量、耐磨與防護，讓刀鞘保持纖薄，也方便長時間佩戴。刀柄同樣可能纏繩、包皮，避免握持時滑動。刀鞘還可能設置固定或鎖定裝置，防止士兵奔跑、騎馬時刀身自行滑出。普通士兵使用的環刀多半使用樸素王室禁衛、將領與高級官員所配的刀，則可能使用朱漆、金銀、玉石，甚至玳瑁裝飾。同樣是刀，外表卻會告訴你握刀的人站在權力的哪一層。一名邊境士兵腰間的黑色環刀是為了活命，一名宮廷侍衛腰間的朱漆環刀是為了讓所有人看見王權。刀刃可能相似，刀鞘卻把階級寫得清清楚楚。這就是武器最誠實也最虛偽的地方。它一方面是殺人的工具，任何人被砍中都會流血；另一方面，它又會被金銀、顏色與禮儀包裝，成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宮廷裡的刀不一定真的需要拔出來，它只要掛在那裡就已經完成任務，因為它告訴所有進入宮殿的人，這裡的秩序不是只靠道德與禮法維持，禮法背後永遠站着暴力。只是在一個成熟的王朝裡，暴力不必天天被使用，它只需要被看見。這也是為什麼環刀後來逐漸擁有越來越強的儀仗功能。當戰場上的主要武器從弓箭、長槍轉向火鋤與火炮，刀的實戰地位繼續下降，但它並沒有立刻消失，因為武器失去軍事價值之後，往往還會保留政治價值。槍可以比刀更有效率地殺人，卻不一定比刀更適合出現在宮廷儀式裡。一支火鋤擺在腰間，看起來像是隨時準備開火；一把裝飾精美的環刀掛在身側，卻能同時表達威嚴、節制與秩序。它有力量，但沒有立即爆發；它能殺人，卻被刀鞘牢牢限制。對一個講究理智的王朝來說，這種被約束的暴力反而最符合權力想要呈現的樣子。18世紀末，正主命人編撰《武藝圖譜通志》，這部書整理了24種武藝，包含多種刀法、槍法、棍法，馬上武藝與拳術。從表面看，這像是朝鮮武藝發展到高峰的象徵，各種招式被畫下來，動作被分解，來源被追溯，名稱被確立。但奇怪的是，當一個王朝終於如此完整地整理冷兵器武藝時，冷兵器在世界戰爭中的中心地位已經開始慢慢離去。火器正在改變戰場，更大規模的步兵、更密集的火力、更精確的操練，會逐步壓縮個人武藝能夠發揮的空間。一名刀手苦練10年，也可能倒在一名只訓練幾個月的火槍兵面前。火器時代來臨後，人們開始問另一種問題：這件武器需要訓練多久？能不能大量生產？能不能讓普通士兵形成密集火力？能不能在敵人靠近之前就讓他倒下？在這些問題面前，環刀沒有答案，它只能退回腰間，成為軍官的佩刀、侍衛的象徵，儀仗隊伍裡的一道光。你甚至會發現一個近乎宿命的循環。環刀最早之所以被設計的短小，是因為朝鮮士兵把遠距離武器放在前面，它的存在本來就是在承認，最好不要讓戰鬥進入刀能發揮作用的距離。人臣倭亂，迫使它變長，迫使朝鮮重新學習近戰。但當朝鮮終於把近戰技術整理得更完整時，火器又把戰場重新推遠。環刀好不容易走向前方，
時代卻再次叫他退後，這就是他沒有成為神話的原因。